只因女人今天来了大姨妈不方便，丈夫竟直接把一碗热粥泼到了她脸上，随后骑着摩托就要去小镇上找快感，怎料雪地路滑，一不小心摔到悬崖。等村民发现她的时候，人已经去地府寻欢作乐了。男人的尸体被带回了村子，可女人看到后却表现得很冷静，仿佛还有一些小兴奋。显然这件事不像看到的那么简单。紧接着，村民喊来喇嘛主持葬礼，可喇嘛却告诉女人，在西藏发生意外去世的人是不能被天葬的，就算葬了秃鹫也不会去吃，所以这次必须要将尸体用白布包裹成婴儿状，然后送去背靠大山面朝河流的山洞里才行。可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地方，刚把尸体安置好，意外却在这时发生了。抵住尸体的石头突然掉落，尸体也跟着滚了下去，包裹的白布被一层层揭开，众人彻底傻眼了。就在他们不知该怎么办时，一个喇嘛张着嘴让他们往山下看，只见有个光着身子的男人在驱赶牛群，往村子的方向疯狂跑去。卧槽了个 DJ， 难不成是尸体活了过来？这诡异的一幕吓得众人赶紧逃离了现场。很快，诈尸的消息就在村里传开，村民们瞬间就陷入恐慌，他们都觉得尸体变成了僵尸，于是纷纷把大门用木板钉住，防止脏东西进到自己家里。可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天僵尸真的出现在了村里，不过并没有闯进谁家里，而是来到了村口的玛尼堆前。驻村干部也闻讯赶来，虽然村里人都认为这就是僵尸，但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他根本不信，他觉得这一切很可能是有人在恶作剧，于是他让村民先不要报警，因为之前村里出现过类似的闹鬼乌龙，让警察白白忙活了好几天，所以这次他想先查清楚情况，到那时再从长计议。于是他带着几个人来到尸体坠落处，果然发现了有用的线索，是一套完整的男人衣服，还有一些烤火用的工具。干部连忙让人去问一下这些都是谁的。而就在这期间，村民告诉了干部一个消息，他说死者有个叫小美的漂亮妻子，但俩人在一起并不是情投意合。原本小美和阿伟是一对幸福恋人，但因为阿伟家里非常穷，小美的母亲根本不同意。后来这个死者趁虚而入，花高价迎娶了小美，导致阿伟每次见了死者都会跟对方打起来，所以村民推测是阿伟害死的女人丈夫。干部听后觉得阿伟确实有作案动机，但凡事得讲究证据，他想着先去问问阿伟是怎么回事。可就在去的路上，另一个村民喊住了他们，说悬崖下衣服的主人找到了，是村里一个放牛娃的。原来在小美丈夫下葬的那天，他在放牛时不小心掉进了河里，为了防止大冬天冻死在野外，于是只能脱掉衣服用火烘烤。可万万没想到，一具尸体竟然从天而降，吓得他撒腿就往村里跑。而这一幕恰巧被喇嘛看到，并被村民传出了诈尸的谣言。现在真相已经大白，就在众人松了一口气时，放牛娃的又一句话再次让他们傻眼。他说那天看到的尸体不是小美丈夫，而是村长。干部闻言立马回悬崖下寻找，果然发现了村长的尸体。怪不得村子里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一直不见他露面，原来人躺在了这里。但让干部搞不懂的是，当时葬礼明明是给小美丈夫办的，可尸体怎么会变成村长的呢？而村长又是怎么死的呢？案件再次变得扑朔迷离。带着这些疑问，干部第一时间找到了阿伟，本想着先问一问小美丈夫的事儿，可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阿伟虽然说小美丈夫的死和他无关，但却亲口承认了村长是他杀的。至于为什么这么做，其实还是因为小美。那天阿伟从小美家前路过，偶然听到里面传来求救声，于是他就推开门走了进去。只见村长正强行趴在小美身上，心爱之人受到如此对待，气得阿伟直接掏出刀子扎进了村长的肚子。村长很快就因失血过多咽气。冷静下来的阿伟彻底慌了，他不想自己的后半生在监狱度过，于是就要带着小美远走高飞。但小美家里还有个80岁的母亲，要是他跟着阿伟走了，老母亲没人管不说，丈夫肯定也会找母亲的麻烦。而就在他俩商量着到底该怎么办时，家里的门突然被人敲响，小美丈夫坠崖的消息传了过来。这下让原本慌张的二人瞬间冷静下来。而阿伟也想到了一个不用蹲监狱的妙计，那就是把小美丈夫的尸体换成村长，因为他知道发生意外去世的人是不能天葬的，必须要用白布包裹住。于是趁着喇嘛祷告时，阿伟偷偷将2具尸体换掉，接下来就是处理小美丈夫的尸体。要说这人一旦走了运，再坏的事儿都会出现转机。果然就在阿伟犯难时，下葬的队伍突然发生意外，让所有人都认为成了诈尸。刚好他们村里有个传说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僵尸，只要跑到玛尼堆前就会停下。于是阿伟将错就错，把小美丈夫的尸体放到了村口，打算嫁祸到灵异事件头上。然而就在一切都按照计划如期进行时，怎料村长的尸体被放牛娃发现，导致现在干部顺藤摸瓜找上了他，并且还以打电话报警威胁，逼得阿伟不得不说出真相。但干部也不是傻子，这起案件既然小美也参与其中，那就不能听阿伟的一面之词。于是他单独找到小美，想从她这里再了解一遍案件细节。可当小美听完阿伟的供词后，竟然表现得十分激动，不停地说阿伟在撒谎，这些事儿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因为村长是自己杀的。而这一切还要从小美丈夫出事前说起。那天丈夫泼了小美一脸粥，随后骑着摩托就去了镇上。独自在家的小美只能脱掉外衣，清洗头上的脏东西。可没想到这一幕恰巧被好色的村长看到，于是他掏出手机就开始偷拍，甚至还恬不知耻地放大画面。正在洗头的小美听到窗外有声音，穿上衣服打开门，然后就看见了心虚的村长。而他见小美似乎没有生气，于是也不再伪装，借着给小美母亲办低保的理由，一点点将小美推进屋内，然后企图行不轨之事。好在小美的求救声吸引来了路过的阿伟，俩人迅速扭打在一起，但阿伟根本不是村长的对手，很快就被压在了地上。小美看着那比胳膊还长的刀子，心慌的她拿起旁边的烧火棍敲在了村长头上，可没想到就这一下竟然直接把村长砸死了。而阿伟为了帮小美洗脱罪责，这才想到了偷梁换柱的办法，
结果没想到事情败露的这么快，甚至还闹了一场僵尸乌龙，让全村人民陷入了恐慌。听完小美的解释，干部彻底懵了。这俩人说的案发经过完全是两个版本，很显然他们都没有说实话。不过干部此时已经报了警，等警察来了，也许就会真相大白。而在等待期间，干部把村民们召集在一起，然后告诉大家，玛尼堆上的尸体是阿伟放上去的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僵尸，所以大家伙也不必再害怕。可没想到话音刚落，村里傻子的兜里突然传来电话铃声，他掏出来有模有样的接听后，对面竟然传来了村长妻子的声音。原来她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已经没了好几天，因为她一直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所以不知道也很正常。但村长的手机在傻子手里就不正常了。干部拿过来一番检查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当初村长偷拍小美被发现后，心虚的他来不及拿窗台上的手机，进到屋里更是忘了这件事。后来手机被傻子当作玩具捡走，但在此之前，那部手机拍到了整个案发过程。其实村长并不是被谁所杀，而是在他欺负小美时，阿伟出面一把将他拉开，结果因为惯性，导致村长踩到了地上的洗头水，一不小心滑倒在地，头还磕在了桌子上，就此一命呜呼。虽然阿伟并不是故意的，但也算是过失杀人。于是俩人为了将罪责揽到自己身上，才会跟干部撒了这么多谎，目的就是都想保全心爱之人。虽然现在真相已经大白，但有一点还值得深入调查，就是小美丈夫究竟是怎么死的呢？后来经过警方多方面取证，确认了小美丈夫就是因为雪天路滑，骑车坠崖意外身亡。而阿伟和村长之间的事儿，影片给出的是进一步审理中，并没有明确结果。不过按照过失杀人的量刑标准来看，最多是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另外情节较轻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也就是说，哪怕是最坏的结果，在几年之后，阿伟和小美也会在一起，过上没羞没臊的生活。